一个国家最怕的到底是什么？是海上的航空母舰，还是天上的隐形战机呢？可能都不是。对于一个国家这个命运共同体来说，最深的恐惧往往是从内部来的，是那些你猜不透的人心，是那些说来就来的街头的运动。比如说这两天在加州我们看到的这个上演的非常暴力的这种动乱。所以你想想看，当社会秩序的堤坝一旦裂开一道口子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国家这一台庞大的机器，他们会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两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地表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看看在过去30年他们是怎么样回答这个终极问题的。1989年的北京跟1992年的洛杉矶，两场巨大的风波，就好像两次最狠的压力测试，把两个国家治理体系里面最脆弱的地方一下子就给暴露出来了。对于中国来说，它暴露了系统里面的一个致命的 bug 或者是致命的漏洞。真正到了危机的时刻，他们才突然发现说，国家机器少了一件最关键的工具。而对于美国来说，考验了一架已经出现倾斜的天平，一部古老的法律竟然能够带给美国总统近乎无限的权力，但是在天平的另一头压着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那从此以后，两个国家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补漏的道路。一个选择是建一堵越来越高、越来越智能化的高墙，比如说大家都听说过的网络防火墙，但是另外一个就好像走钢丝一样，在联邦跟地方、权力跟自由之间来回的摇摆。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又各自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比较一下。先把镜头拉回到1989年的中国，那个时候你可能想象不到，中国的内部安全体系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制度性的真空。当时有管日常治安的公安，有保卫家园的解放军，但没有一个夹在中间地带专门对付大规模街头骚乱的职业防暴部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从建国到文革，军队都是比较深度的参与了很多国内的事务，习惯了用军队来解决一些内部的事务，成了比较顺手的一个工具。但问题是，解放军这支部队它主要是为打仗而生的，他们的武器、训练、思维都是为了消灭国门之外的敌人，所以你让他们去面对手无寸铁的同胞，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1989年春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让这个致命的系统漏洞被彻底撕开了。事情当然是从悼念活动开始，很快演变成席卷全国的这个抗议局势，很快就失控，完全超出了地方警察能够处理的这个范围。国家机器在那一刻好像被卡住了，决策者他们被迫动用了最后一个选项，就是解放军。根据一些解密的资料跟研究，当时有超过18万的野战部队被调派进了首都。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不去讨论具体的是非功过，不去争论具体的伤亡数字，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尝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代价肯定是灾难性的。后来香港再次发生一些类似的动荡的时候，从始到终都没有再动用解放军。那所以我们看到6·4事件是用一个最惨痛的方式来证明了调用野战军来处理内部问题，不光是在道义跟情感上造成了巨大的撕裂，让国家形象在国际上一落千丈，而且就算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也会遭遇挑战。比如说当时就曾经有一位解放军的将军因为质疑命令的合法性而选择了抗命不从。而枪响之后是最惨痛的反思，中国的领导层其实他们也在反省，而且得出了一个核心的结论，就是以后绝对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能再让这样系统性的漏洞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这个修复工程就此拉开了帷幕。这个工程的核心就是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武警来承担他应该有的责任。虽然武警在1983年就已经成立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弱小，真正的大发展就是在1989年之后。最关键的一步是1996年，中央军委直接把14个解放军的步兵师10几万人
陈建制的划拨给了武警，变成了是武警的机动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国家专门打造了一把新的工具，这是一把介于警察的警棍跟军队的战斧之间的手术刀。当然，他这个任务非常的明确，专门处理那些地方的公安跟警察搞不定，但是又不能够动用军队或者不想动用军队的这种非常棘手的情况。2018年改革更进一步，武警的这个指挥权从以前中央跟地方的双重领导完全收归了中央军委，意味着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够调动武警了。这样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此变成了一支直属最高领导层的禁卫军，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的安全。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国家级的手术刀造好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当然不只是这样，因为这只是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其实接下来有一张更加精密的、更加能够深入到整个国家毛细血管的大网也就此铺开了。我们看到在城市里面有装备非常精良的公安特警，负责对付最危险的暴力犯罪，在他们身边环绕着大量的协警，填补了警力的缺口。而街头巷尾还有一个特别有中国特色的角色，就是城管。当然他们管的都是一些占道经营的这些小事情。从当年的那个非常要命的这个系统的 bug 出发，中国是花了30年建立了一套层层设防、高度集权的内部的安全体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把任何不稳定的因素、任何不稳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然后在这套体系里面，它问责的逻辑是自上而下的，就是安全的力量只对上级负责，最终当然是对党的领导负责。法律其实更像是实现稳定这个最高目标的一个工具，而不是限制权力的笼子。这个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发生的事情。那么面对同样也发生过的街头的混乱的情况，大洋彼岸的这个国家美国，它又会交出一份怎么样的答案呢？好了，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向美国这边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剧本。那如果说中国的逻辑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话，那美国的逻辑从根本上来讲，始终都是分权、制衡跟不信任。因为美国的国父，他们对于权力这个东西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警惕，他们最担心的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他们担心自己亲手建立的这个新的政府，或者是这个新的政权变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暴君，或者是另外一个新的独裁者。所以他们在开国之初就在制度设计里面埋了一道关键的防火墙，一部叫做民团法的法律。核心思想很简单，就是禁止联邦军队插手国内的民间执法。军队是用来打外国人的，是用来抵御外辱的，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但是凡事总有例外，万一我们设想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万一在美国的哪一个州事情真的闹大了，然后地方按不住，当地的警察跟本州的国民警卫队都搞不定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美国的宪法里面也事先有做安排，隐藏着一张王牌，就是所谓叛乱法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法律。这部法律它就像是一座倾斜的天平，它给了美国总统一种临时的但是近乎绝对的权利，让他可以动用联邦的军队来恢复国内的秩序。但是如果你想要启动它，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而且伴随着巨大的宪法的风险。1992年的洛杉矶，也就是在89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3年，我们会看到这个法律上的天平就在现代的美国经受了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暴乱的起因是因为一盘录像带，黑人罗德里金被警察暴锤，结果涉事的这个警察却宣判无罪，所以来自于黑人社区的愤怒瞬间就点燃了整个洛杉矶，然后骚乱持续了6天，60多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金。当时的加州州长，当他发现地方的力量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局势以后，就非常正式的向时任总统老布什发出了一个请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法律步骤，就是州长请求。老布什总统收到这个请求以后，也就正式启动了叛乱法，
最终超过16000名的联邦军队跟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开进洛杉矶，当然秩序很快也就恢复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套流程虽然是万不得已，但是它一旦启动也是非常守规矩的。总体的思路是由这个地方来主导，联邦层面做配合，就好像一个大家庭，有什么事情地方上你自己先管，如果实在管不了了，再请大家长出面。这个就是美国联邦制精神的一个体现。1992年的这次行动后来也变成了美国处理类似危机的一个黄金的标准。时间快进到2020年，这个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全美的抗议浪潮。虽然街头也有很多骚乱跟暴动嘛，但是联邦政府的态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克制的，整个的过程也还基本上处于这个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一个合作框架底下来进行防暴的行动。到了现在2025年的6月份，整个剧本完全变了，就是为了应对一场因为 ICE 这个移民执法而起的这个抗议特朗普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直接绕过了加州州长，把2000名的加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让他们去保护联邦执法机构的驱逐非法移民的活动。而加州州长纽森当时就炸了，他说这是故意的煽动，他说我才是加州这个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你怎么能够绕过我，跳开我，直接指挥我的部队，对不对？特朗普这次他并没有使用那个需要州长正式请求才能够启动的叛乱法，他是引用了一个相当冷门的法条，而这个法条确确实实是允许总统在比较极端的情况底下控制国民警卫队的。不过比较通常的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命令最好也是通过州长来下达，而这一次特朗普他是直接下令，变成整件事情的争议的核心也就在这个地方。支持者会说总统当然有权用武装部队来保护联邦来执法，但是反对者也会说这个是对于州权的一个公然的践踏，涉嫌违宪。从1992年的合作到2025年的对抗，这30几年发生的事情不仅仅只是两位总统他们执政的风格不一样，而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说美国的联邦层面跟地方州政府层面之间的信任跟合作的关系已经因为越演越烈的左右路线之争算是破裂了。为什么说它危险呢？因为它动摇了美国建国以来的一条核心的信念。在美国人的观念里面，军队跟警察必须要分开，所以美国的国父他们开国之初设计了一道一道的宪法的防火墙。国民警卫队平时是归各州的州长来管，是属于民兵，只有战时打仗的时候或者是非常极端的情况底下，总统才可以直接调用变成士兵。但是特朗普的行为其实发生在和平时期算不上是特别极端，我觉得，所以他的这个做法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民兵跟士兵的界限，让国父设计的那些防火墙出现了裂缝。所以加州的暴乱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存在一个法律条文怎么样解释的问题，但其根源实际上是一场关于美国灵魂的辩论，就是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为了效率，为了恢复秩序，手到底能够伸多长，而州权这个维系了美国联邦制的这个200多年的基石还牢固吗？尤其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一个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同时接到一个来自于总统的跟另外一个来自于州长完全相反的命令的时候，他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这个可能才是真正会让美国因为加州暴乱事件导向宪法危机的一个问题。所以故事讲到这个地方，我们退后一步，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一看两种不同的模式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就是中美两国他们的这个治理的哲学基础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核心是政权的安全，维稳压倒一切，任何不确定性的东西都会被看作是对于政权的一个生存的威胁。而美国的核心是在法律与秩序的框架底下进行政治博弈。虽然街头的骚乱看上去很严重，但通常都不会被看作是动摇国本的一个危机，而是一个需要按部就班的走法律程序来解决的一个治理的问题。第二点，两国的制度选择的路径也是截然相反。中国选择了既然系统有一个比较大的
漏洞，我们从头开始打造一台全新的机器。所以他会投入巨大的资源，打造了武警这样一台比较职业化的专门用来维稳的机器，而且还在不断的升级改造。而美国他们会选择用基于现有的宪政的框架，他们就会打补丁，他并没有新建一支国家级别的防暴部队，而是在不停的去解释、去辩论、去使用那些可能100-200年以前的法律来尝试解决目前的问题，所以整个的过程是充满了博弈跟不确定的。第三点就是科技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深思。因为在1989年跟1992年危机发生以后，两个国家其实都是在系统层面开始升级，但是也都是开始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科技这个工具。在中国我们看到诞生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所谓的技术威权主义。硬件公司像海康威视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会提供全方位的全球最大的监控设备。软件是天网工程、血量工程，用 AI 跟人脸识别来分析海量的监控的信息。而社会管理是基于网格化的管理，把城市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方格，然后每一个格子都有网格员负责上报不稳定的信息。而一个终极的形态，他们尝试打造的是社会信用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黑名单跟红名单的一个系统，可以用来限制不稳定因素，比如说允不允许你坐高铁、坐飞机，可不可以贷到银行的款，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管控不稳定的因素。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形成一个闭环，就是监控、分析、上报、奖惩，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任何不稳定因素发生以前，就能够预测到可能会到来的这个不稳定的东西，会主动采取手段跟措施去干预。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主动的进攻型的社会工程。但是在美国，这样一股力量更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不叫天网，而是安全产业的复合体。这里的巨头主要是来自于2家公司，第一家是 Exxon 这家公司，他们其实主要的业务是卖给警察一些随身摄像头、车载摄像头、无人机，还有一个叫做 Evidence.com 云端的数据库。我们看到全美成千上万警察部门的一些执法录像都存在它的这个服务器里面。而另外一家公司是 Palantir， 这家公司其实更神秘也更强大，它是美国军方 CIA、FBI 都非常依赖的这个数据分析公司。它的软件非常强大，能够把无数孤立的这个数据库跟不同的事件打通，用 AI 在海量的信息里面找出事件之间的关联，然后能够提前锁定怀疑的目标。所以你看，中国的模式是国家队直接下场，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明确为了维稳的系统，所以它的边界是国家的权利。但是美国的模式是国家作为大客户，把一些事情外包给私营公司来打造监控的体系。所以一个是由政治任务来驱动，而另外一个是由商业合同来驱动，但是结果其实本质上是趋同的，也就是两国都是在尝试把海量的数据收集起来，集中管理，然后用 AI 来分析对人的行为，尤其是一些不稳定的犯罪行为，或者是街头的暴动的这么一些前奏进行预测，并且主动进行干预。所以看起来真的是一种殊途同归，对不对？是，但也不完全是，因为至少在美国，我们看到现阶段，如果一个人能够拍下一些视频，依然可能会成为监督权力、引爆舆论，然后推动变革的一个武器。而两种模式的差异，其实不仅仅只是政策方面的差异，他们是两种文明在面对街头动荡跟混乱这个比较古老的命题的时候，给出的两种不同思路的答卷。一个答案是用更强的力量跟更严密的控制来彻底的消灭混乱，而另外一个答案是在承认动荡跟混沌以及这个街头的骚动可能永远都存在的前提底下，尝试用一套比较复杂的规则去容纳跟约束它。但是我必须得承认，两种模式并没有哪一个会更完美。中国的维稳体系呢，是在追求极致安全的同时，其实也牺牲了一些社会的活力、个体的自由，甚至可能包括了创新的这个可能性。而当所有微小的一些震动都会被迅速的平复、被压下去的时候，这个系统也可能会失去了一些
感知更大风险的弹性。就比如说，如果你任何一点点疼痛或者不适，你都要使用止痛药，其实非常有可能会忽略掉你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向你发出的警告，或者是身体内部真正的病灶。而美国的宪政博弈，它是在保证了自由跟制衡的同时，常常会导致效率非常低下，左右之争导致社会撕裂。从1992年到2025年，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几次加州的街头的骚乱，更是美国内部权力平衡的一次又一次的重构，但是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两极化的一个政治的格局。所以回到今天讨论的案例，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接下来几天我们看到加州的这个骚乱的情况恶化到失去控制的话，那特朗普这个绕开州长调动军队的做法，到底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手段呢，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越权甚至违宪的行为呢？所以当社会出现深刻裂痕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用更强力的手段去强制性弥合分歧，还是应该回到最初的这个规则跟信任上来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这里是艾森的频道，请点赞分享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